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医学博士吉村芳宏先生所著的《跨越80岁壁垒的饮食之道》这本书。在年轻时，健康往往等同于减肥，但到了70多岁，保持适当的体重比减肥更为重要。因此，在这个年龄段，我们不妨尽情享受自己喜欢的食物，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。到了70岁，就应该多吃，确保身体拥有足够的体重和储备。尤其是到了高龄，避免过多的复杂思考，每天保证吃一些对健康有益的食物。这里为大家分享通过最新医学揭示的长寿饮食新常识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到了一定年龄，不要想太多，每天必须吃一样重要的食物。第二，70岁时要积累健康储备，而非金钱储备的重要性。这2点内容都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能坚持看到最后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到了一定年龄，不要想太多，每天必须吃一样重要的食物。许多人希望无论到了60岁、70岁还是80岁，都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。为此，我们应当了解那些生活健康且幸福的高龄人士有什么共通之处。健康且幸福的老年人往往不是消瘦的、寡欲的或孤独的，相反，他们多为稍胖体型，性格开朗，乐于交流。在医院的等候室，他们随时能和周围的人交谈，一起去医院内的餐厅用餐，聊得尽兴。无论何时，他们都充满了活力和笑容。相反，有些老年人总是无精打采，情绪低落，缺乏活力。这样的人在社会中也不少。那是什么导致了这2类老年人之间如此大的差异呢？作者认为，关键在于体重。高龄人群中，保持一定的体重尤为重要。肥胖悖论与体重管理。当谈到体重管理时，许多人可能认为保持健康意味着减肥、控制体重，但恰恰相反。作者主张到了老年尽量保持体重，避免过度瘦弱。这种观点可能让一些人感到惊讶，但近年来的医学研究揭示出一种肥胖悖论。在某些疾病，如糖尿病、脑卒中，相较于瘦弱的患者，体重较重的患者在治疗后的恢复情况更好，生活质量也更高。也就是说，稍微胖一些的老年人比瘦弱的老年人寿命更长。研究显示， BMI 指数较高的老年人即使饮食不完全健康，也比瘦小的老年人寿命更长。一般适宜的 BMI 指数是22，但研究发现， BMI 在25以上的老年人寿命更长。这可能是因为稍胖的老年人拥有更多的脂肪储备，能在身体需要时提供能量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研究结果表明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，高龄人士保持稍胖的体型比瘦弱更有利于健康。这一新发现提示我们，在一定年龄后，与其过于追求瘦身，不如保持一个稍胖的体重，更有利于长寿和健康。也就是说，过了70岁后，略微有些肉感反而是长寿健康的秘诀。那么普遍提到的要减肥或发胖对健康不利的观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作者指出，这些意见其实更适用于年轻人和中年人。对年轻人或中年人来说，为预防和治疗生活习惯病，避免发胖的确是有帮助的。控制糖分摄入、进行减肥并保持适宜体重都是重要的。然而到了高龄阶段，情况则大不相同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即使保持同样的饮食习惯，我们的体重也可能不知不觉地下降，甚至变得过于消瘦。年纪大了之后，我们患病的风险增加，住院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。而住院对身体是一种巨大的负担，消耗体力。住院期间，有些人可能无法正常进食，需要依赖点滴来维持。然而，如果是稍胖的老年人，即使治疗消耗了体力，也因为有体力储备，在出院后更容易恢复健康。但对于瘦弱的老年人来说，这并不容易。在医院里，他们的食欲减退，体重进一步下降，营养不良，
甚至被称为医院里的骨架。高龄患者一旦进入这种状态，想要恢复就非常困难，甚至出院后也可能长期卧床。实际上，许多老年人虽然手术成功，但却无法恢复到原本的生活状态。手术期间，病人通常长时间卧床，插着点滴，身体功能逐渐衰退，尤其是瘦弱的老年人，功能退化更为严重。正因如此，作者发现让病人尽早下床活动，同时通过营养管理保证他们从口中进食，是极为重要的。那些过了80岁仍健康幸福生活的人，通常早晨就能吃下一份肉类或鱼类的早餐，并且在70多岁时就养成了良好的饮食和适当增重的习惯。作者在书中指出，即使是普遍认为不健康的盐分、甜食和油炸食物，老年人也可以适量食用。这是因为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这些食物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比体重过轻的风险更小。确实，对于年轻人或40、50岁的人来说，为了预防未来的生活习惯病，应该控制甜食和油炸食品的摄入。然而，当进入70、80岁时，生病住院的可能性增大，体重过轻带来的风险反而更高。因此，与其变得消瘦，不如偶尔享受自己喜欢的甜点和油炸食品，只要不让自己体重过轻就好。基于此，作者建议65岁之后不必勉强控制饮食，肥胖和血糖也不必过分在意。65岁后，享受饮食才是王道。理想情况下，即便过了65岁，能继续吃健康的食物固然是好，但如果难以做到，通过健康饮食维持体重并不容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至少不要减肥，即使偶尔吃些不那么健康的食物也可以。关键是不要让自己变瘦。可能有人在听到这里时，会想着我想永远保持年轻，保持年轻的心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请务必珍惜这种想法。跨越80岁壁垒的饮食之道，一位作者提到，外表的年轻与健康息息相关。第一印象显得年轻的人往往会长寿。现实中，有些人虽然已经超过80岁，但看起来却像50多岁。相反，有些70多岁的人却看上去超过了90岁。同学会的照片上，甚至可能让人怀疑这些人真的都是同龄人吗？每个人的衰老方式差异很大。此外，作者认为外表远比我们想象中更重要。实际来看，那些让人一眼觉得年轻的患者，通常健康状况也好，寿命更长。外表显得年轻的老年人，多数是体型微胖、皮肤有弹性的人，而不是瘦骨嶙峋的类型。他们通常性格开朗，爱说话，显得精神饱满。丹麦的研究表明，70岁以上的人的外表年龄与其寿命相关。即使是拥有相同基因的单卵双胞胎，看起来较老的一方去世的概率更高。我在频道中经常分享保持年轻的习惯和防止衰老的方法，持之以恒地实践这些方法，保持年轻的外貌，实际上也有助于提高健康状况和延长寿命。因此，不要说我已经老了这样的话。无论年龄多大，都要努力保持年轻，因为这也会帮助我们健康长寿。现实来看，虽然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，男性平均寿命约为81岁，女性约为87岁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日本人能够在健康的状态下长寿。健康寿命是指无需护理且能够独立生活的时间，而日本男性的健康寿命约为72岁，女性约为75岁。换句话说，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和健康寿命之间有着显著差距，男性大约有9年，女性大约有12年无法自立生活的时间。在生命的最后10年，大多数日本人可能都在依靠护理或医疗存活。因此，面对这种现状，不能仅仅为日本人长寿而高兴，因为即使活得久，但如果是在卧床状态下的长寿，生活满意度不会提高。没有人会在医院里高兴地庆祝自己超越了平均寿命。随着寿命逐步延长，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如何在健康状态下长寿。
例如肌少症和衰弱症。肌少症是因衰老导致肌肉减少，使日常生活变得困难的状态，比如步行速度减慢、难以爬楼梯等。旁人也可能注意到。而其中需特别注意的是肌少症引起的骨折，因肌肉减少、肌力下降、腿部无力，稍有失衡就可能跌倒并骨折。如果骨折部位不理想，甚至可能长期卧床。除了肌少症，还需关注衰弱症，这是指不需要护理，但日常活动或认知功能开始衰退的状态，即为需要护理的前兆。因疫情限制外出和社交，导致许多老年人食欲下降，因肌少症或衰弱症而逐渐需要护理。疫情让我们意识到肌少症和衰弱症的可怕，然而多数人往往担心癌症、心脏病、中风等，却对肌少症和衰弱症关注不多。即便感到容易疲劳或步伐不稳，许多人也只是觉得年纪大了，而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。正是这份掉以轻心，让肌少症和衰弱症悄然加剧。等意识到时，身体已瘦弱，难以行动，可能陷入长期卧床。一旦罹患肌少症或衰弱症，进展迅速，防患于未然尤为重要。避免肌少症和衰弱症的关键是充分摄食，保持体重不减。年纪越大，越要多吃，增加体重，增肌。过去可能注重预防肥胖，但年长后需从防肥胖转向预防衰弱。作者认为，65岁以上，尤其是70岁后，应优先防止衰弱，这样更有助于健康长寿。因此，年逾70岁时，不必担心发胖而限制饮食，反而应尽量多吃。年长者食量往往自然减少。若抱持年轻时的想法，如为了健康不能发胖或者食物不健康，只会导致体重下降。65岁起，作者建议尽量吃自己喜欢的食物。过去可能为了减肥而限制热量，但年长者食欲减退，即使觉得吃饱了，实际能量摄取可能不足。另外，独自一人时，容易因懒惰而跳过用餐，建议尽量与他人共餐。作者指出，观察到高龄患者中，独居但仍保持社交、常与人共餐的老人更为健康长寿。再次强调，50岁之前瘦等于健康的观念适用，但年纪越大需转变观念。作者在书中强调，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，瘦弱本身就是一个健康风险。他提到，即使是轻微的受伤或疾病，也可能会导致人陷入衰弱症或肌少症之中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，要恢复到健康状态非常困难，并且患上认知症或长期卧床的风险也会迅速增加。因此，作者建议65岁以后吃得多就是赢家，无论是零食还是油炸食品，重要的是要保持进食。此外，虽然什么食物都可以吃，但应稍微留意血糖的波动，因为血糖剧烈波动会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。例如，不要一开始就吃甜食，可以先从沙拉或小菜开始，这样能帮助控制血糖波动。可以把蔬菜当作血糖管理的一部分来看待。不过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吃蔬菜会导致饱腹感，这种情况下可以优先食用肉类或鱼类等蛋白质食物。正如大家所知，蛋白质是构建肌肉的基础材料，尤其是老年人更需要维持足够的肌肉量。研究表明，肌肉量较多的人寿命更长，疾病恢复能力也更强。因此，高龄者更应积极摄入蛋白质。作者强调，无论摄入多少品类的食物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蛋白质，就无法有效维持肌肉。因此，老年人应定期检查自己的饮食中是否摄入了足够的蛋白质。传统上有观点认为，老年人只需简餐或粗茶淡饭，但作者认为这些观念已经不适应现代人追求长寿的需求。如今是100岁时代，饮食观念也要随之更新。仅靠米饭和蔬菜汤无法提供足够的蛋白质，即使食欲不佳，也可以在味噌汤中加入豆腐、肉或鱼等蛋白质。若能将味噌汤替换成猪肉汤，营养会更丰富。
或者在味噌汤中加入整罐的青鱼罐头，既简单又营养丰富。只要膳食中蛋白质、主食和副菜的3大要素齐全，就能摄入所需的营养。作者经常对患者及其家属说，与其纠结细节，不如尽可能摄入蛋白质。然而，对于之前没有习惯摄入蛋白质的人来说，可能不清楚如何在日常饮食中增加蛋白质。作者进一步建议，从鱼类、肉类、大豆制品和乳制品中获取蛋白质，每餐都要摄入，最低标准为每公斤体重摄入1克蛋白质。作者提醒大家注意蛋白质摄入的比例，平衡主食与副食是基本的饮食方式。即使每天摄入30种食物，如果缺少蛋白质，肌肉仍然无法形成，所以要特别重视蛋白质的摄入。根据2020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《日本人饮食指南》，蛋白质对预防肌少症和虚弱的重要性首次被明确指出。有研究表明，蛋白质摄入量增加20%，可以将虚弱的发生率降低30%。因此，摄入充足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少症和虚弱极为重要。作者甚至建议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可以在早餐吃牛排。如果不能接受牛排，可以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鱼类或鸡胸肉等蛋白质食材，如超市和便利店常见的沙拉鸡肉。蛋白质丰富的食材还有鱼制品，如鱼糕等。鸡蛋也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。作者建议每天食用2到3个鸡蛋。如果早晨食欲不佳，可以用蛋白粉和牛奶混合成饮料，加入香蕉或胡萝卜来补充营养。在外出就餐时，选择高蛋白的汉堡定时、烤鱼定时、牛排或烤牛肉等也是很好的选择。外出就餐还可以选择在家难以制作的食材，比如青花鱼或秋刀鱼等。即使平时没有食欲，但在愉快的用餐环境中，和朋友一起共进晚餐，食欲通常会大增。作者强调，年长者尤其需要注重饮食摄入，特别是蛋白质摄入。通过合理的饮食，可以增加体重，但仅靠饮食无法增加肌肉，因此还需要适当的肌肉训练。虽然一些人不喜欢肌肉训练，认为散步就足够了，但散步并不能有效增加肌肉。适当的肌肉训练需要一定的负荷，比如腹肌、俯卧撑、深蹲等简单的居家锻炼。研究表明，即便是低负荷训练，只要达到疲劳感，也能有效锻炼肌肉。慢慢来，循序渐进，在摄入蛋白质的同时，开始轻度肌肉训练，才能更好地保持健康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我们将探讨70岁时要积累健康储备，而非金钱储备的重要性。如今，日本人的健康寿命预计会越来越长，但要实现这一目标，从65岁开始就要做好准备，迎接80岁这道关卡。仅仅没有疾病是不够的，在65到70岁期间，必须为未来储备健康。这一阶段是最后的机会，可以说，这期间积累的健康储备将决定您的健康寿命。人们常说，为了退休生活需要准备2000万日元的储蓄。当然，金钱很重要，但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在65到70岁期间积累健康储备。不论拥有多少金钱，如果失去健康，最终只能卧床不起，无法享受财富。因此，务必在70多岁时充实自己的体重和肌肉储备。毫无疑问，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健康。那么，应该如何积累健康储备呢？首先要避免体重下降，确保摄入足够的卡路里和蛋白质，增加体重和肌肉储备。65岁开始就这样做，当然最好。但即使70岁开始也不算晚。如果一直没有特别注意健康，在70多岁仍然有改变的机会。即使是70岁后期，也可以积极调整生活方式。一旦体力下降，患上虚弱综合征或肌少症，恢复非常困难，特别是80岁以后，更难以恢复。因此，70多岁是关键时期，要铭记这一点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容易变得懒散，甚至对进食也产生厌倦，不少人因此吃得越来越少。
导致活动减少，进而出现肌力下降和营养不良的问题。在各种变得懒得去做的事情中，烹饪往往是最常见的。即使曾经几十年为家人准备餐食，随着体力下降，做饭也会变成辛苦的劳作。想想看，计划食谱、去购物、搬动沉重的锅具、烹饪、清洗和整理餐具等，实际上，烹饪是一项耗费脑力和体力的劳动。尤其当孩子长大离家后，很多人会觉得只为2个人做饭有些麻烦。在日本，许多老年人仍保持必须在家做饭的观念，对于购买现成的食材直接食用存在抵触心理。然而，当觉得烹饪麻烦时，不妨暂时放下这种固有观念，吃点容易准备的食物，以免因为嫌麻烦而不吃饭。当然，如果您享受烹饪，或者觉得做饭并不麻烦，自然可以继续自己动手料理。然而，最糟糕的情况是因为觉得做饭麻烦而不吃东西。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地步，那就去超市或便利店买些现成的食物来吃吧。无论是超市的熟食、罐头食品，还是其他什么，只要能吃到，就算是合格了。作者还提到，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做饭不愿意的情况，提前准备一些食材是非常重要的。例如像金枪鱼罐头、沙丁鱼罐头、鱼肉制品等食品，只要加上1-2样，就能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。虽然蔬菜同样很重要，但并不需要过于纠结每天一定要吃新鲜的蔬菜，只要确保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和热量就可以了，并不需要坚持要吃新鲜食材。随手就能找到的食物也能满足营养需求，比如买个卷心菜，分几天食用，或者常备一些市售的冷冻食品，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另外，为了避免营养不足，可以考虑使用蛋白粉或 MCT 油等补充剂。如果食欲不振，可以尝试在食物中加入这些补充品，稍微加工一下。比如，可以将蛋白粉或 MCT 油加入米饭、味增汤中，这样即便是少量，也能提供高热量、高蛋白的营养。市面上还有 MCT 粉，可以撒在米饭、沙拉上，甚至加到咖啡里，能大大提升营养价值。最近的研究也表明， MCT 不仅有助于预防营养不良，还有助于改善食欲。每天摄入1大勺 MCT 油，可以激活体内的饥饿激素，能有效增加食欲。蛋白粉也可以加入味增汤、米饭、沙拉或汤中，甚至加入咖啡等饮品中，效果都非常好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偏好，尝试不同的组合，发现新的食物享受方式。除了不让自己变瘦之外，作者还建议那些过去不太注重邻里关系的人，从现在开始就应尽量建立一些社会联系，把它作为70岁健康储蓄的一部分。即使是独居的人，只要有和他人见面交谈的机会，就会显得比较有活力。作者并不是要求大家现在就要交一群非常亲密的朋友，但至少应该建立一些能够进行轻松对话的关系。特别是对于男性，作者特别推荐不要把自己局限于我不擅长交际这种想法，可以通过散步、去健身房流汗，或参加一些感兴趣的社区活动、社团等，积极与人交流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轻松一点地结交一些朋友。这样到了80岁后，这些人际关系会非常有帮助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可能会更多依赖医院的帮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者建议要在就医时不要顾虑太多，医疗选择是您自己的权利，要主动的选择，主动做决定。日本人通常比较内向，不太敢向医生提问或表达意见，很多时候只是默默点头，接受医生的指示。然而，对于自己的身体，应该变得更加主动，不要只是被动接受。你应该思考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治疗，未来希望怎样生活，并通过和医生的积极对话，共同决定治疗方案。如果65岁以后有慢性疾病，和主治医生的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，所以如何选择自己的医疗关系，如何维持这种关系，完全取决于您自己。不要做一个被动接受的病人。
如果有任何不满或疑问，要积极与医生沟通。事实上，作者在诊查过程中发现，许多90岁还很健康的老人，他们都不会顾虑太多。如果不懂，就直接提问；如果药物太多，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医生。希望大家也能像他们一样，与医生建立坦诚的关系，积极交流，并找到愿意与自己进行良好沟通的医生。愿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、幸福的生活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